你以为百胜刀王胡一之是鹿鼎记中最厉害的高手吗？其实他只能排倒数第10，海大富。虽然出场时他就已经重病缠身了，但是给他的成名绝技化骨绵掌打上一掌，不仅会使其造成内伤，还会浑身软绵和骨骼逐渐碎裂。而他还身为一个太监，还能学会该武功，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了。后又与贾太后对战时，实力是完全压制贾太后的。可惜的是，他的眼睛看不见，使他发挥不出真正的战斗力，并且人头还被一旁的韦小宝收走了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他还是非常厉害的。第9，鳌拜，他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，并且还练成了金钟罩该武功，而该武功可以做到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并且小宝下毒酒给他喝，再加上大内侍卫围殴都没能将其灭掉，就连海大富的化骨绵掌都不能将他怎样。后来与陈近南对战时，被小宝推石锥刺中了他的脊椎骨大穴，才将他的金钟罩神功的罩门破了，随后就被陈近南一剑刺穿脑壳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实力并不低。第8，冯锡范，他是昆仑派的第一高手，还被称为一剑无血。至于为什么叫一剑无血，就是他击败对手都是用剑的剑尖来点穴，使其封闭对手的穴道，却不让对手受伤流血，而却在当世能做到这样的屈指可数。而他与百胜刀王胡一之对战时，其二人的武功不分上下，只不过冯锡范白天与风纪中对掌时受了一点轻伤，又由于胡刀王的刀法十分的狠烈，而且他还没有帮手，因此就胆怯了，所以最后就败落了。而剑法能达到这种境界，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。第7，陈近南，他是郑成功手下的4大高手之一，而且在鹿鼎记中，他还是第一个正式出场的高手，甚至在江湖上流传生平不识陈近南，纵称英雄也枉然。而他不只是郑成功的军师，还是天地会的总舵主，由此可见他的武功不仅高强，还是足智多谋的人。在顾炎武、吕留良等人被鳌拜的手下瓜管抓住时，他立马出手相救，还赤手空拳的用掌力震死了3名亲兵，而领头的瓜关却逃跑了，但还是被陈近南掷出的竹松所杀，由此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厉害的。第6，何铁手，他是五毒教的教主，并且还拥有举世无双的毒术，还拜袁承志为师，使其学会了华山派的武功，相比他师父的实力应该也相差不了多少了。虽然他出场的场次非常少，但是这完全不妨碍他在江湖之中的地位，并且他还精通于毒术、暗器以及武功，由此可见他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。第5，胡一之，他被称为百胜刀王，其刀法算得上一绝，而他在与冯锡范在船上对战时，其使出的刀法都是刀刀抢攻，斩人要害，再加上他的刀法十分狠辣迅捷，因此还让不可一世的一剑无血胆战心惊。而在武功上，胡一之自然是非常强的，但不得不说一下的就是他在用情这方面竟然可以成为陈圆圆20余载的仆人，就因为胡一之对于陈圆圆的用情非常深。第4，城关和尚，他是少林寺中的一位绝世高手，而他在少林般若堂也算得上是地位最高的和尚了，并且般若堂是专门研究天下各派的武功，里面的每个高僧也都精通多派的武功，而他的武功堪称绝顶，甚至还是博览武学典籍，因此被寺中的僧人推荐为武学天下第一。而这个名号并非是浪得虚名的，当韦小宝向城关请教如何破解阿珂的江河日下时，他能直接说出有13种破解之法，甚至他还能举一反三的说出了6种闪避的方法和7种反击克敌的方法，由此可以看出他具备十分丰富的武学知识。第3，九难，他是鹿鼎记中屈指可数的高手，还精通神行百变，并且在鹿鼎记中基本上没有人的速度可以比他快，甚至还直接飞入少林寺去行刺，直接提起韦小宝还能轻松的离开。而他在轻功这方面是鹿鼎记中当之无愧的第一，但是他内力并不是特别深厚，其内力最多也就是在鹿鼎记中属于偏上的水平，由此可见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。第2，归心术，他是被称为神拳无敌，还是天下第一高手神剑轩辕穆仁清的二徒弟，并且他还得到了华山派拳脚功夫的精髓，而他在碧血剑中能够打败他的寥寥无几，甚至大反派玉贞子的武功都跟他旗鼓相当。如果是在鹿鼎记的话就更不用说了，因为他的武功更加进了一步，而且还带着老婆和傻儿子都是高手，并且他进出皇宫就跟去亲戚家里一样，还拍了张勇一掌，使其开始并没有事，但是后来连下床都是个问题，由此可见其武功是非常高的。第1，洪安通，他是神龙教的教主，而他的手下也是人才济济，并且他出水芙蓉的妻子苏全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高手，甚至在女性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高手，而他的内力不仅非常深厚，武功水平还极高，还曾以一人之力对战神龙教的5大高手，并且还大获全胜。况且他随意的教了韦小宝3招武功，就能使他多次从困难中摆脱困境，由此可见将洪安通排在第一实至名归。